為什麼在中國，房子這個東西不只是一個住的地方，它是丈母娘的第一句話，是相親市場的入場券，是父母半輩子的積蓄，是一個年輕人所有夢想的天花板，也是他所有噩夢的開始。這件事其實一點都不天經地義，甚至可以說，在1998年之前，絕大多數中國人根本不知道房子還能這麼玩。那時候你去問一個北京的胡同大爷，你家房子值多少錢？他会用一種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你，然后说，小伙子，你这话说的，那房子是单位分的，咋能卖钱呢？故事就要从1998年那个夏天说起。那一年，朱鎔基刚刚当上国務院总理没多久，他面前摆着一個爛攤子，亞洲金融危機像海嘯一樣從東南亞撲過來，泰銖崩了，港幣在苦苦支撐，出口訂單一夜之間少了一大半，工廠在關，工人在下崗。那麼在這個時候，國家就需要一個新的引擎，一個足夠大、足夠猛、足夠能拉動上下游幾十個行業的引擎，來把這台快要熄火的經濟機器重新發動起來。這時候，有人把一份文件放到了朱鎔基的桌子上。那份文件的正式名字叫做《國務院關於進一步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設的通知》，編號國發1998年23號。名字很長，很枯燥，一般人看到就想睡覺，但是在中國當代經濟史上，這份文件的分量不亞於當年小崗村那18個手印。他做了一件什麼事兒呢？他宣布，從這一年開始，福利分房制度停止執行，以後中國人要住房子，請自己掏錢去買。這句話現在看起來輕描淡寫，但在當時，等於是把幾億中國城市居民幾十年來對國家的一個默認承諾一筆勾銷了。以前你在國營單位上班，忍受着不高的工資，接受着單調的生活，但心裡是踏實的，那就是因為國家會給你分房子。這套邏輯跑了40年，突然有一天規則變了。變了之後呢，一個龐大到沒有人能想象的市場就在那個夏天悄悄地打開了大門。開發商第一次被允許合法的大規模拿地建房賣房，銀行第一次被允許向普通老百姓發放長期的按揭貸款，20年、30年的分期付款這個概念第一次進入了中國人的生活。你看，一夜之間，房子有了3個新身份，它是商品，它是資產，它是可以撬動銀行信用的抵押物。絕大多數中國人當時並沒有意識到自己的人生已經被這份文件重新寫了一遍。他們只是模糊地感覺到，工作的單位不再提住房福利了，工資條上多了一項住房公積金，路邊開始冒出來一些叫做售樓處的東西。穿着西裝的銷售小姐會拿着彩色的宣傳冊，笑眯眯地跟你說，先生要不要看看，首付2成，月供才800塊錢。800塊錢，那時候一個普通工人的月工資也就1000出頭，這個數字聽起來嚇人，但是那些第一批衝進售樓處的人，28年後回過頭來看，全都成了這個時代的贏家。而那些在門口猶豫了一下，覺得房子怎麼可能這麼貴，轉身走掉的人，從此就開始了另一種完全不同的人生。一份薄薄的文件，一個不起眼的通知，從這一年開始，中國人的命運和一堆鋼筋水泥被徹底的、不可逆的綁在了一起。整整28年的故事從這裡開鑼。要理解為什麼房改這個開關一按下去，整個中國的土地就像被打了雞血一樣瘋狂發展，我們得先把時間倒回到1994年。這一年發生的一件事，
其實才是整個中國房地產故事真正的種子，只不過它埋得深，一般人看不見。那一年的關鍵詞叫做分稅制，這個詞聽起來又是那種讓人打瞌睡的財稅術語，但是它決定了後來20多年裡每一個中國地方政府官員每天早上睜開眼睛想的第一件事是什麼。1994年以前，中國的稅收是包干制，各個省交給中央一筆固定的錢，剩下的自己留着花。這個制度的問題在於，中央政府越來越窮，地方越來越富。窮到什麼程度呢？當時的財政部長要跑遍全國去找各省借錢發工資，中央財政收入占全國財政收入的比重一路跌到了 22%。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窮到這種地步，是要出大事的。朱鎔基那時候還是常務副總理，他帶着一支隊伍跑遍了全國10幾個省份，硬着頭皮跟地方大員們談判，一個省一個省的啃，最後把分稅制這件事兒給推了下去。核心邏輯很簡單，把稅種分成中央稅、地方稅和共享稅，其中最賺錢的增值稅，中央拿 75%， 地方拿 25%。 這一刀切下去，中央政府的錢袋子瞬間鼓了起来，從此有了在全國範圍內調配資源的底氣。但另一面是，地方政府的日子突然变得很難過了。修路、蓋學校、發工資、搞基建，這些事兒一樣都不能少，可是能收上來的稅就那麼點兒，這就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窟窿，一個財政缺口，一個每天都在向地方官员催命的賬單。聰明的人就開始琢磨了，有一樣東西中央沒有收走，那就是土地。按照當時的法律，城市土地歸國家所有，但是使用權可以由地方政府来出讓。這裡面的空间簡直就是一片没有開墾的處女地。真正讓這個邏輯跑通的就是1998年的房改。房改把住房變成了商品，把億萬家庭的儲蓄變成了購房需求，把购房需求變成了對土地的飢渴，而地方政府手裡恰恰握着這個飢渴的唯一來源。你去翻2000年之後的地方政府財政報表，會看到一個曲線，土地出讓金收入從可以忽略不計，一路飆升到有些城市能占到財政總收入的 50-60%， 個別年份甚至更高。這就是後來被反復討論的那個詞，土地財政。地方政府發現了一個幾乎完美的商業模式，那就是低價從農民手裡徵來土地，再高價拍賣給開發商。開發商呢，建成商品房了就賣給老百姓，老百姓再拿着30年的按揭貸款去付款。這一整套流水線裡，地方政府是最上游的地主，開發商是中間的加工廠，銀行提供源源不斷的燃料，老百姓在最下游用自己一輩子的收入把這個循環給閉上。從這一年開始，每一屆地方主政官員的政績考核都和這條流水線深度綁定。你要修地鐵吧，得賣地；你要蓋新區吧，賣地；你要招商引資建工業園，還上一屆領導留下的債務，那還是賣地。土地這個東西，從一個安靜躺在地上的自然資源，變成了一台永不停歇的印鈔機。這個魔盒就在1994年被埋下，1998年被打開，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能把它關上。魔盒被打開之後，最先衝進去的是一群操着南方口音，拎着黑色皮包，腳上蹬着擦得锃亮的皮鞋的浙江人。他們後来有一個響徹中國的名字，大家應該都聽過，叫做溫州炒房團。在2001年前後，
那時候上海的房地產市場剛剛從90年代末的低谷裡爬出來，市中心一套100平米的房子大概也就是40-50萬塊錢。今天聽起來像是天方夜譚，但是在當時的上海人眼裡，這個數字已經貴得讓人無從下手了。市場冷清，售樓處門可羅雀，開發商愁得睡不着覺。就在這個時候，一群溫州人來了。第一批人的領頭者是一個叫做葉茂的房產中介，他在2001年8月組織了一個157人的看房團，包了幾輛大巴車，浩浩蕩蕩從溫州開到上海。這些人下車之後，不看別的，直奔售樓處，掏出銀行卡和現金，一次買10幾套、20幾套。整個上海的房地產圈都被這個場面驚呆了。售樓小姐從來沒有見過這麼爽快的客戶，現在有人上來就問，這一層還剩幾套？我全要了。溫州人為什麼敢這麼幹？因為他們比全中國任何一個地方的人都更早地摸透了一件事兒：錢在銀行裡放着是會貶值的，但是磚頭水泥不會。溫州這個地方從80年代開始就有大量的民營小老板做打火機、做眼鏡、做皮鞋、做低壓電器，個個都賺上了錢。可是當地又沒有太多的投資渠道，股票市场那時候還是個新鮮玩意兒，大家不太信任。於是這些手裡握着幾百萬現金的老板娘、太太團就把目光轉向了房子。他們發明了一整套後來被全國模仿的操作手法：集體看房、集體砍價、集體貸款、集體轉手。買下一套房子根本就不裝修，門一鎖就走，等房價漲了20%、30%再掛到市场上賣掉。這個動作在他們那裡有一個專門的名字，叫做炒樓花。樓花的意思就是期房，這個房子呢還沒蓋好，只是一張預售合同，他們就已經在預售合同上加價倒手了。溫州炒房團的足跡很快從上海蔓延到了其他城市，哪裡有新樓盤開盤，哪裡就有那幾輛熟悉的大巴車。他們買房子不看什麼學區不學區，也不看地段和戶型，只看一個東西，就是有沒有人接盤。這一批人的規模到底有多大，沒有一個準確的数字。但是根據当时人民银行溫州支行的一份內部估算，光是溫州本地流入全國房地產市場的資金，在2004年到2007年之間，可能超過了2000億元人民幣。他們是中國普通老百姓中最早用行动理解什麼叫做資產泡沫的一群人，也是最早用真金白銀在這個泡沫上賺到第一桶金的一群人。溫州人真正教會了整個中國人一種觀念，一種顛覆性的讓全民都跟着改變了行為模式的觀念。這個觀念就是房子不是用來住的，房子是用來漲的。你買它不是為了在裡面睡覺，而是为了在下一個傻瓜手裡賣出更高的價錢。這句話後來在很多年之後被某位重量級人物用完全相反的方式說了一遍：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但是当那句反過來的話被說出口的時候，整個中國已經在溫州人開闢的這條路上狂奔了整整15年。溫州人的故事一直在演，直到2008年秋天，全世界的劇本被一個來自華爾街的壞消息給徹底改寫了。那年9月15號，美國那家做了158年生意的雷曼兄弟投資銀行宣布破產。這個消息像一顆深水炸彈，在幾個小時之內傳遍全球，然後全球金融市場進入了一種自由落體式的下跌。對中國來說，衝擊是從沿海的工廠開始的。廣東東莞、江蘇昆山、浙江寧波這些地方，出口訂單像被人拔了插頭一樣，一夜之間消失了。海關的數據顯示
2008年第4季度，中國出口同比下降了2位數，這在改革開放30年裡從來沒有發生過。工廠關門，工人回鄉，春節期間的火車站擠滿了拎着蛇皮袋、臉上寫滿茫然的農民工。宏觀層面上，中國經濟增速從2007年的 14.2%， 在2009年第1季度掉到了 6.2%。這個跌幅意味着什麼？意味着無數個家庭的收入，無數個地方政府的稅收都要在幾個月之內蒸發一大塊。必須有人出來做點什麼。11月5號，國務院常務會議開完，一份改變中國未來10幾年命運的方案被端了出來。它有一個後來家喻戶曉的名字，4萬億。這個數字在當時相當於中國全年 GDP 的 13%。方案的核心是通過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來對沖外需的崩塌。錢從哪裡來呢？中央財政出一部分，剩下的絕大部分要靠地方政府和銀行貸款去湊。這一下，之前我們講過的那個土地財政的循環被瞬間加滿了油，按下了加速按鈕。地方政府拿到了中央的政策綠燈，紛紛成立了各種名字聽起来正经八百的城投公司、投資平台，還有開發集團，用手裡的土地去銀行做抵押，一筆又一筆的貸款流進了這些公司的賬戶。這些錢變成了高速公路，變成了高鐵，变成了新區，变成了工業園，也順理成章地變成了商品房。2009年這一年，中國房地產市場經歷了它有史以來最瘋狂的一次跳躍。深圳的房價全年上漲了 70%， 北京、上海、廣州也都是 40% 以上。全國範圍內，商品房銷售面積同比增長了 44%， 銷售金額增長了 76%。 這些數字堆在一起，是一個再明確不過的信號。房子在這個國家已經不只是資產，它變成了一種貨幣。普通老百姓的反應非常直接。2009年那一年，幾乎所有還猶豫着要不要買房的中國家庭，全都被這股上漲的浪潮給教育了一頓。你今天不買，明天就買不起。丈母娘的心態從這一年開始徹底定型，沒有房子免談。年輕夫妻的結婚賬單裡，第一次出現了那個動輒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首付項目。父母的養老金、爺爺奶奶的棺材本、七大姑八大姨的6個錢包，全都在這一年被打開、被掏空、被轉換成了首付。4萬億是一顆甜蜜的糖果，它救了2009年的中國經濟，救了幾千萬工人的飯碗，也救了地方政府的財政報表。但是它同時也是一劑毒藥，它把房價推上了一個再也回不去的平台。它把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從習慣變成了剛需，還把銀行系統對房地產的信貸投放從一個業務方向變成了絕大部分資產。從這一年開始，中國房價再也沒有出現過全國範圍內持續超過1年以上的下跌。所有人都明白了一件事兒，那就是房價只漲不跌，跌了國家會救。這個信念一旦形成，就再也沒有什麼力量能把它從人們的腦子裡拔出來。而這個信念本身才是接下來所有故事真正的開端。4萬億的餘溫還沒散盡，中國房地產市場很快就撞上了一堵新的牆。2011年到2014年這幾年，一線城市的房價雖然還在漲，但是腳步明顯慢了下來。2線城市開始出現分化，最難受的是3、4線城市。那些當年跟風蓋起來的新城、開發區、大學城，人口沒有來，產業沒有來，只有一棟又一棟蓋好的賣不出去的商品房，孤零零地立在原野上。有一個詞在那幾年被媒體反复用，叫做鬼城。
有這個鄂爾多斯的康巴什，河南鄭州的鎮東新區，還有雲南昆明的呈贡新區，那都上過這個名單。到2014年底，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積的总数達到了6億2千多萬平方米，創下了歷史最高紀錄。如果按人均30平米來算，這些空置房子足夠讓2000萬人住進去。開發商壓庫存壓得喘不過氣，很多中小開發商開始出現資金鏈斷裂，地方政府賣不出去地，土地財政的引擎第一次出現了明顯的熄火跡象，那必須要再想辦法了。2015年這一年，一個原本非常小眾，連很多經濟系學生都沒聽說過的工具，被推到了歷史的前台。它的英文縮寫叫 PSL， 全稱是抵押補充貸款，中文名字聽起來有點拗口，但是它做的事情非常好懂。中國人民银行直接給国家開發銀行放一筆長期低息貸款，國開行再把這筆錢貸給地方政府和棚戶區改造項目。地方政府拿到這筆錢之後，去把老舊的城中村、棚戶區、老破小片區裡的居民請出來，一次性給他們一大筆現金作為拆遷補償，讓他們自己去市場上買新房。這就是那幾年被反覆討論的棚改貨幣化。以前的棚改是什麼樣的呢？政府在原地或者附近蓋一批安置房，把居民搬進去，實物置換。這種方式對樓市幾乎沒有拉動作用，因為居民沒拿到錢，也沒進入商品房市场。但是貨幣化棚改改变了整個邏輯，一批又一批原本住在棚戶區的家庭，突然從政府手裡拿到了100萬、200萬，甚至300萬的現金。他們別的地方也不會去，就近走進當地的售樓處，去買那些堆積如山的庫存商品房。這一下市場徹底瘋了。從2015年到2018年這4年裡，全國累計完成棚戶區改造超過2300萬套，投入的 PSL 資金規模累計超過3萬5千億元。這筆錢像一場精心設計的洪水，從央行流出，經過國開行，經過地方政府，經過拆遷戶的口袋，最後精準地灌進了3、4線城市開發商的賬戶。原本賣不出去的庫存被在極短的時間裡消化一空，原本冷冷清清的售樓處重新排起了長隊。3、4線城市的房價在那幾年上演了整個中國房地產史上最魔幻的一幕。安徽阜陽、山東菏澤、河北廊坊、江蘇鹽城、廣西南寧，這些地方的房價從原來的每平米4、5千塊，用2、3年的時間直接漲到了每平米1萬2到1萬5。一個縣城裡的普通兩居室，價格追平了，甚至超過了很多省會城市。買房的人是誰呢？一部分是拆遷戶，另一部分是被漲價預期嚇得跳進市場的本地年輕人，還有一大部分是從1、2線城市回流過來投資的中產家庭。他們看着老家的房價一天一個價，覺得再不買就買不起了，紛紛回來接盤。這場遊戲最精妙的地方在於，它把風險轉移了。原本壓在開發商和地方政府頭上的庫存風險，被轉移到了幾千萬普通購房家庭的30年按揭合同上。原本堆在賬面上的死資產，變成了銀行體系裡源源不斷的利息現金流。國家的資產負債表也被修飾得很好看，開發商呢則暫時喘過了氣，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被重新點燃。但是沒有人問，那些用一輩子的收入去接盤縣城房子的年輕人，他們的未来是從哪裡被借來的呢？這個問題的答案要在很多年之後，用一種非常殘酷的方式擺到所有人的面前。棚改貨幣化在給3、4線城市房價添柴的同時，
也把整個中國房地產行業推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舞台上。舞台的中央站着幾個身材魁梧、氣場十足的名字：恆大、碧桂園、融創、萬科、綠地、保利。他們在2015年到2020年這5年裡，上演了一場後來被商學院當成經典案例反覆解剖的表演。主題只有3個字：高周轉。許家印是這出戲的男主角，這位河南出身，當過鋼廠車間副主任，幹過五羊鋼鐵貿易的男人，在1996年南下廣州，創辦了恆大。他身上有一種近乎偏執的規模崇拜，他相信一件事：房地產這個行業裡，規模就是一切，規模決定融資成本，融資成本決定拿地能力，拿地能力又決定下一輪的規模。這是一個正反馈循環，一旦你跑起來，就絕對不能停下来。恆大的玩法有一個很朴素的公式：3高1低，高負債、高槓桿、高周轉、低成本。什麼意思呢？就是用盡可能少的自有資金，從銀行、信託、債券和供應商那裡借來盡可能多的錢，然後以最快的速度拿地蓋樓，開盤回款，再用回款去拿下一塊地，滾動放大。有一份內部流傳的恆大工作節奏表，據說要求項目從拿地到開盤不能超過6個月，從開盤到交房不能超過2年。碧桂園的楊國強把這個模式推到了極致，他提出過一個更狠的口號，叫做4-5-6，4個月拿地開盤，5個月現金流回正，6個月資金再投入。在廣東順德的碧桂園總部，據說員工的工牌背面就印着這3個數字。這場高周轉的遊戲有一個致命的前提，那就是房價必須一直漲，銷售必須一直好，融資渠道必須一直通暢。只要這3個條件同時滿足，那恆大就是一台永不停歇的印鈔機。他們借來的錢越多，利潤就越多，股價越高，那創始人的身價也就越大。2017年那一年，許家印以3000億的財富成為了中國首富。那一年，他站在恆大總部的年會舞台上，唱了一首歌，叫做《我的中國心》。台下幾萬名員工那可是山呼海嘯。碧桂園的楊國強同一時期也把公司做到了年銷售額7000多億，一度成為宇宙第1房企。融創的孫宏斌走的是另一條路，收购兼并，把萬達、文旅還有這個樂視和綠地的資產一個接一個裝進自己的口袋。問題是，這台機器需要不停地餵燃料，燃料就是新的貸款和債券，新的信託和商票，還有新的預售款。有一個數據很能說明問題，恆大在2020年的時候，總負債達到了19500億元人民幣，直接超過了瑞典一個國家的 GDP。 這個數字不是恆大一家的問題，整個中國房地產行業在那幾年積累的有息負債規模，保守估計超過20萬億。支撐這一切的是幾千萬普通購房家庭的預售款。中國房地產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制度，叫做商品房預售。也就是說，開發商可以在房子還沒蓋好的時候，就把房子賣出去，收到全款。這筆錢在正常国家應該進入監管賬戶，專款專用於這個項目的建設。但是在中國，尤其是在高周轉的年代，這筆錢被很多開發商挪去拿新的地塊，還舊的債務，發新的項目。一個購房者交出去的100萬，其實並沒有變成他自己那套房子的鋼筋水泥，而是被拿去了千里之外的另一個城市，去啟動下一個樓盤的循環。
整個行業實際上是在用後一個項目的預售款去償還前一個項目留下的債務。這在金融學裡有一個專門的名字，叫做龐氏結構。地產商們非常清楚這一點，但是他們也不擔心，因為只要音樂還在響，只要下一個項目還能開盤賣出去，只要下一批購房者還願意簽下30年的按揭合同，這場遊戲就可以一直玩下去。他們相信音樂永遠不會停。但是這個音樂到底哪一天停下來，其實已經被人悄悄在日曆上都圈好了。2020年8月20號，北京的天氣是又悶又熱。那一天，在住建部和人民銀行的一間会議室裡，12家最大的房地產開發商的負責人被叫到了同一張長桌前。參會的名單讀出來，就讓人心裡一緊。恆大、碧桂園、萬科、融創、保利、中海、華潤、龍湖、新城、世茂、旭輝、綠地，他們中的每一家賬面上都躺着上千億甚至上萬億的負債。會議的主持者是住建部和央行的高層。會議的議題只有一個：從今天開始，遊戲規則要變了。变的規則被濃縮成了3句話，後來在整個行業裡被稱為3條紅線。第一條，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不得超過70%。第二條，淨負債率不得超過100%。第三條，現金短債比不得小於1。听起來很拗口，翻譯成人話就是：你借了多少錢要有個上限，你的現金必須能覆蓋你短期要還的債，你不能再無限制的加槓桿。按照3條紅線來劃分，開發商被分成了4檔：綠檔、黃檔、橙檔、紅檔。踩了幾條線就屬於哪一檔，檔次越差，融資越受限制。踩了3條線的紅檔企業，有息負債規模不得再增加，也就是說，你只能靠自己的銷售回款去還債，1分錢新的貸款都借不到。會議結束之後，參會的高管們從會議室裡走出來的那一刻，據說很多人的臉色是白的，因為他們心裡都清楚一件事，按照這個新規則去算，在場的12家裡面，有一大半都踩了2條以上的線，其中就包括那位常年佔據首富榜，剛剛在廣州總部唱完《我的中國心》的許家印。從這一天開始，中國房地產的音樂真的停了。停下來的過程一開始並不激烈。2020年的下半年，市場看起來還很平靜，銷售還在繼續，房價還在漲。但是在開發商的財務辦公室裡，一場無聲的戰鬥已經打響。他們必須在最短的時間裡，把踩紅了的線一條一條抽出来。方法就那麼幾種：拼命打折賣房回款，瘋狂發債借新還舊，拆分物業上市套現，賣掉手裡的酒店和寫字樓，把海外資產打包出售。恆大是那個所有人都盯着的对象。到2021年6月的时候，恆大的总負債突破了19000億，其中有息負債約5700億，商業票據規模大約2000多億，供應商欠款超過8000億。加上預售但還沒交付的房子涉及160多萬個家庭。這不是一家公司的資產負債表，這是一個金融體系裡最大的一顆定時炸彈。2021年9月，恆大終於撐不住了。那個月他有一筆美元債，利息付不出來。消息一傳出，恆大的股價當日暴跌10%以上，然後就是一瀉千里。全國各地的恆大項目工地上，工人被拖欠工資，供應商上門討賬，購房者圍堵售樓處。深圳恆大總部的門口聚集了大批拿着商票的供應商，他們手裡攥着幾千萬幾個億的白條，
一夜之間變成了廢紙。緊接着倒下的是誰呢？來看一下，有華夏幸福、藍光發展、佳兆業、當代置業、花樣年、陽光城、奧園。這些名字在2年前還是各家評級機構眼裡的優質民企，現在一個接一個進入了違約名單。到2022年年底，主流民營房企裡能保住投資級評級的只剩下龍湖等寥寥幾家。在2023年8月，那個曾經的宇宙第一房企碧桂園也倒下了。杨國強早在幾年前就已經把董事會主席的位置傳給了女兒楊惠妍，但是接手的第一件事就是簽署債務重組協議。他後來在一次內部講話裡說，家族要跟公司共度難關，會盡量少拿分紅。這句話被外界解讀為一種告別。這3條紅線為什麼被後來的人稱為中國房地產的敦刻爾克大撤退？因為它其實是決策層已經清楚地看到了這台機器的極限，選擇在懸崖邊上強行踩下剎車。如果踩晚了，那整個金融系統會跟着一起下墜，但是這一腳剎車踩下去的代價也是巨大的。幾千萬套已經賣出去還沒交付的商品房，一夜之間變成了幾千萬個家庭頭頂上懸着的問號，而那個問號很快就會變成現實。2022年這一年，中國普通购房者第一次用一種非常直接的方式感受到了什麼叫做站在懸崖邊上。故事的開頭其實並不是從爛尾樓開始的，而是從河南的幾家村鎮銀行開始的。那年4月，河南禹州新民生村鎮銀行、上蔡惠民村鎮银行、浙城黄淮村镇银行、開封新東方村鎮銀行這4家不起眼的地方小銀行，突然在同一天關閉了線上取款和轉賬功能。儲戶們打開手機銀行 APP， 看到的是一行冷冰冰的系統維護中，可是這一維護就再也沒有恢復過。涉及的儲戶數量後來被披露出來，超過40萬人，涉及的存款金額接近400億元。這些儲戶裡面有山東的老農、江蘇的小老板，還有從東北跑過去把養老金存進去的退休教師。他們被高息揽儲的廣告吸引，把一輩子的積蓄放進了一個自己根本沒聽說過的地方小銀行。現在錢不見了。這些人不肯認命，他們從全國各地聚集到鄭州，去银保監会門口討說法。當時正是疫情時期，就在他們準備去銀行門口的那個早上，很多人发現自己的健康碼莫名其妙地從綠色變成了紅色。這件事情後來被查實，是當地一些官員為了阻止儲戶聚集，濫用了防疫系統。這個動作直接把河南村鎮銀行事件從一個金融話題變成了一個全國關注的公共事件。普通老百姓從這件事裡第一次意識到一件他們過去幾十年裡從來沒有認真想過的事情。原來我在銀行的存款也不是絕對安全的。原來國家承諾的50萬存款保險是有一堆前置條件的。原来這些地方性金融機構裡，有些机構的底層資產早就爛穿了。村鎮銀行事件發生的同一時期，另一件事在長江中下游平原上悄悄發酵。2022年6月底，江西景德鎮一個叫做恆大龍庭的樓盤的業主們聯名發出了一封公開信。信的內容非常簡短，如果開發商在10月底之前還不復工，我們全體業主將從下個月開始強制斷供房貸。這封信像一顆種子，在極短的時間裡，在全國範圍內長成了一片森林。到2022年7月中旬，全國已經有28個省、超過300個樓盤的業主公開發布了斷供函。
安徽合肥、河南鄭州、湖北武漢、湖南長沙、江蘇南京、重慶、成都、西安，每一個大城市都在名單上。業主們把斷供函排版成一張張整齊的 PDF， 在網絡上流傳，附上項目名稱、開發商名字、爛尾時間和按揭銀行。購房者的邏輯非常樸素，也非常無奈。我每個月都在按時還房貸，可是開發商已經跑路，房子已經不可能蓋完，為什麼我還要繼續為一堆永遠看不到的鋼筋水泥付錢？這個問題從法律上講很複雜，從道理上講又非常簡單。真正讓人震撼的是，這些拿着斷供函的業主不再是過去那種邊哭邊求政府的姿態，他們開始用一種非常清醒的語氣談論合同，談論法律，談論銀行監管賬戶是怎麼被開發商挪用的，談論按揭合同裡那些一直被自己忽略的霸王條款。有一個鄭州業主在網上發的視頻裡說了一句話，被反覆轉發。他說，我們不是不想還錢，我們是不想再當那個鏈條最末端的燃料。鏈條最末端的燃料，這句話也許是過去24年裡中國房地產市場最真實的描述。7月中旬，政治局召開會議，罕見地提出了保交樓、穩民生的方針。地方政府開始成立各種保交樓工作專班，成立各種紓困基金，動用政策性銀行的資金去接盤那些爛尾樓。可是全國的存量爛尾項目到底有多少？各家機構給出的估算差別很大。中金公司的估算是大約2萬億元的資金缺口，另一些機構給出的數字更加驚人，超過5萬億。無論是哪個數字，都遠遠超過了任何一個地方政府或者任何一支紓困基金能夠單獨消化的規模。保交樓的口號喊得響亮，可是落到每一個具體的爛尾項目上，那種復工的速度遠遠趕不上業主等待的耐心。從這一年開始，普通中國人对房子的信仰第一次出現了肉眼可見的裂縫。他們不再相信那些售楼小姐掛在嘴邊的品質保證，不再相信那些開發商在廣告牌上印着的世界500強字樣，也不再相信那句陪伴了他們20多年的口號，房價永遠只漲不跌。信仰這個東西一旦裂開，就再也沒有辦法完好如初地拼回去。購房者的信仰裂開的同時，另一群人正在經歷一場更加安靜但是更加深遠的崩塌。他們不出現在新聞的頭版，也很少接受採訪。他們坐在各個地级市、縣级市的財政局、發改委和城投公司裡，看着自己手裡的賬本一天比一天沉默。這群人手裡握着的東西有一個專門的名字，叫做地方政府融資平台，簡稱城投。怎麼說呢？城投這個東西是1994年分稅制之後慢慢長出來的一個中國特色金融怪獸。地方政府因為法律上不能直接借款，就成立一堆名義上是企業，實際上是政府錢袋子的公司，用來向銀行、信託、債券市場借钱。借来的錢用於修路、建廣場、蓋新區、搞產業園。抵押物是什麼呢？就是地方政府手裡的土地。這個模式在土地價格永遠上漲的年代，是一台完美的印鈔機。地方政府用低價徵來的土地做抵押，從金融機構借錢搞建設，建設完成之後，周邊土地升值，再拍賣出去還債，剩下的還是利潤。這台機器跑了20多年，累計出的城投有息負債規模，在2024年被普遍估算超過了65萬億元人民幣，超過全國當年 GDP 的一半。在房地產還在飛的年代，這個數字雖然大，但是沒有人真正在意，因為大家都相信，只要土地還能賣出去，錢就能還上。
可是2022年之後，土地開始賣不出去了。全國300个城市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在2022年同比下降了 23%， 2023年繼續下降 17%， 2024年又跌了將近 20%。 有些城市的土地出讓金相比高峰期，那都是已經腰斬再腰斬。第一個把這個問題擺到桌面上的是貴州。2023年4月，貴州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發布了一份研究報告，用非常罕見的坦率語氣承認，貴州化解債務困難重重，已無能力解決。這份報告在網上流傳的時間很短，很快就被撤下，但是它揭開的口子已經無法合上。貴州省的城投債規模按2022年底的數據超過12000億元，加上其他政府隱性債務，壓力大到當地一些地市已經開始靠拆借工資來維持運轉。遵義道橋這家貴州最大的城投公司之一，在2022年12月宣布對旗下156億元的銀行貸款進行債務重組，展期20年，前10年只付利息不還本金，利息還打了對折。雲南緊跟着暴雷，昆明市幾家核心的城投公司在2023年上半年多次被爆出發不出工資，無法按期兌付信託產品。7月份的時候，一份關於昆明市城投情況的會議紀要在網上流傳，裡面提到了非常嚴峻的字眼，兌付壓力空前，尋求各方支持。天津的問題在同一時期集中爆發，天津軌道交通集團、天津城投集團、天津保稅區投資控股集團，這些名字在過去幾年都被評級機構列入了負面觀察名單。天津作為一個直轄市，賬面上的地方政府債務餘額加上城投隱債，長期在全國排名前列。到2024年下半年，全國至少有12個省份的城投債進入了不同程度的展期、重組或者利息延期狀態。中央政府在這一年推出了一攬子化債方案，通過發行特殊再融資債券，用長期低息的省級政府債務去置換那些短期高息的城投債務。這個動作被媒體稱為化債3萬億加碼到10萬億。這些數字聽起來龐大的讓人麻木，但是它的本質是承認了一件事：過去那台靠土地循環的地方財政機器已經跑不動了。地方政府開始意識到，未來的日子不能再靠賣地過了。可是不靠賣地，靠什麼呢？這個問題目前還沒有一個真正的答案。有些地方開始嘗試搞產業招商，有些地方開始搞消費稅改革，有些地方開始變賣國有資產，還有一些地方開始向所有能收費的地方伸手，罰款、非稅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這些冷門的項目，在2024年前所未有的成為了地方財政的新增長點。一個運轉了20多年，支撐起中國城市化進程的宏大商業模式，在這一年真正的走到了黃昏。夕陽照在那些曾經堆滿土地招牌的拍賣大廳裡，很多大廳已經空了，工作人員的工位撤走了一半。土地這個東西，從一台印鈔機變回了一堆躺在地上的自然資源。時代的轉折就是這樣發生的，在一份份沒有人再願意接手的土地拍賣公告裡，安安靜靜地完成了。時間來到了2026年，如果你現在走進上海某個曾經的網紅樓盤售樓處，你會看到一種非常魔幻的場景。那些幾年前需要排號搖號、需要驗資500萬才能入場的地方，現在門口停車位空了一大半。售樓小姐從原來那種矜持的姿態，變成了主動加你微信，天天給你發戶型圖和優惠信息的服務者。二手房掛牌網站上，
上海全市在掛的存量二手房超過20萬套，創下了這個城市有記錄以來的最高值，掛了1年賣不出去的房子隨處可見。價格已經不是當年的價格了，二線城市的核心地段房價相比2021年的高點普遍下跌了30%到40%，3、4線城市的跌幅更加慘烈，很多地方的房價直接腰斬再腰斬，回到了2015年的水平。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這些一線城市，市中心的房價看起來跌得沒那麼誇張，大概在20%到30%之間。但是郊區、新盤和遠郊那些當年靠地鐵概念炒起來的板塊，跌幅同樣在腰斬線上下浮動。數字是冷冰冰的，但是數字背後的人有溫度。那一代在2016年到2021年之間冲進市場，以最高價接盤的年輕人，是這個時代最沉默的一群人。他們用父母的6個錢包湊出了首付，簽下了30年的按揭合同，本以為等待自己的是資產增值的紅利和家庭生活的穩定。可是2026年這一年，他們打開手機上的房產估價 APP， 看到的是一個比自己貸款餘額還要低的數字。術語上這個東西叫做負資產，翻譯成生活語言就是你把手裡的房子賣了，也不夠還銀行的錢。有一部分人選擇了硬扛，每個月按時還着那筆月供，把生活壓縮到了一種非常克制的狀態。有一部分人選擇了違約，把鑰匙寄回銀行，接受個人徵信記錄被拉進黑名單的後果。還有一部分人選擇了一種非常安靜的方式，他們不再談論房子這個話題，就像那件事情從來沒有在自己的生命裡發生過一樣。老一代人的處境則是另一種，他們中的很多人這輩子做的最正確的一個決定，就是在1998年、2003年、2008年或者更早的時候買了房子。這些房子在过去20年裡，幫他們的家庭完成了階層跨越，幫他們的子女完成了大學教育，幫他們自己完成了從工薪族到中產的身份轉換。可是2026年這一年，他們同樣打開 APP， 看到的是賬戶裡那個不斷下滑的數字。他們不敢和子女談這個話題，因為很多子女的婚房首付就是他們出的。他們也不敢跟老朋友談這個話題，因為每個人都在裝作沒事的樣子。他們在小區花園裡散步的時候，眼神有時候會不自覺地掃過那些貼着降價急售的中介櫥窗，然後迅速地移開。年輕一代的選擇變得完全不同了，結婚不再必須要有房子，因為大家都知道那是父母的錢，不是自己的錢，也知道那房子未来会变成什麼。租房这個選項，從原來那種低人一等的印象，變成了一種相當體面的生活方式。丁克、不婚、少子這些概念，在2026年的年輕人那裡已經不是叛逆的姿態，而是一種基於現實的理性計算。國家統計局2025年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跌到了1以下，這個數字意味着每一代人的數量都會比上一代少40%。一個時代的落幕，就像是舞台上的燈光被一盞一盞的關掉，觀眾陸陸續續的散場，最後只剩下舞台上那些道具靜靜地站在原地。1998年那份文件啟動的這場持續了28年的宏大演出，就在2026年這一年，用一種非常克制、非常沉默的方式，走到了它的最後一幕。風還在吹，日子還在過，那些曾經被房價定義的人生劇本，被一頁一頁翻過去。年輕的一代開始重新思考一個家、一份工作、一輩子的意義
是不是可以有另外一種打開方式？老的一代坐在陽台上，看着窗外那些蓋了一半的高樓，偶爾會想起自己20多歲的時候，那個不知道房子還能這麼貴的年代。歷史就是這樣，它會用一種奇怪的節奏，隔上幾十年就會用另一種形式回來提醒每一個人，什麼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東西。夜色慢慢降下來，城市的燈一盞一盞地亮起来，生活總是要繼續的。壁話太多，我們下期見。